蓝曦臣之前被金光瑶那一推得有点伤心，他不是不懂金光瑶要干什么，可是如今他只能先保住他的命。怀桑，阿瑶他当年去乱葬岗全是因为金老宗主的命令，他身不由己，可不可以放他一马？聂怀桑眼睛红了，二哥，你永远向着他，即使你已经察觉出来他的不对劲儿，可是你为了成全你心中美好的幻想，你当作看不见听不到。有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信任他吗？你不是，你是在欺骗自己。如果你信错了人，那些因你信错人而死的人怎么办？你受不住，所以你亲自蒙住了自己的双眼，你不断地告诉你自己，阿瑶是对的，阿瑶都是为了大义，不断地为他找借口。其实你不是为了他，你是为了你自己罢了。你就是我聂怀桑见过的最懦弱的人。蓝曦臣愣住了，握紧朔月的手有些发抖。聂怀桑这句话说到他的死穴上了，他确实一直在逃避。当年忘机离开之后，他真的反思了自己，可是他好痛苦，他不能接受如果当年是自己做错了事情带来的后果。所以金光瑶用几乎很敷衍的借口安慰他时，他相信了，应该说他想相信忘机是所谓爱慕之情糊住了脑袋，魏公子就是无恶不作，把一切的不安一切的恨都放在魏公子身上，他果然好受多了。金光瑶大声道，二哥，你别相信他们，别人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为百姓做了多少啊，你是知道的。蓝曦臣，头，大哥的头。大哥的头为什么在金陵台的密室里？聂怀桑第一次露出了恨的表情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，因为金光瑶。聂怀桑看着金光瑶，你杀了你爹，你杀了你儿子，我无所谓，那又不是我的爹和儿子。可是你杀了我大哥，用那么残忍的方式，因为害怕我大哥化为厉鬼报复你，竟然把我大哥分尸猎魂，让他死后不得安宁，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。金光瑶，你会死得比我大哥更惨。蓝曦臣转头看着金光瑶，阿瑶，怀桑说的是对的吗？金光瑶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怀桑是被蓝丝追蒙蔽了，我怎么会杀大哥呢？二哥救我呀！蓝曦臣，怀桑，一切可能是误会，你先别急着动手，我们查清真相再说好不好？蓝景怡拍了拍聂怀桑的肩膀，算了吧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别想着宗主能清醒了。聂怀桑笑了，也对，我为什么要叫醒他？就让他在梦里沉沦吧。蓝丝追无趣的开口，把金光瑶也做成人质，跟江狗作伴。聂怀桑展开扇子摇了摇，我觉得可以。对了，温宁呢？我早就把他放出来了，怎么一直没见到他？蓝丝追，宁叔叔单纯，我让他去找韩光君了。聂怀桑笑了笑，也好。一名蓝家门生把头和随便一起带过来，聂怀桑收好扇子，小心地抱住了他大哥，哭得泣不成声。而蓝曦臣真正的看到了属于聂明珏的头，也恍惚了，真的不是阿瑶干的吗？其实他也怀疑了。突然聂明珏的头飞了起来，飞到了蓝曦臣的手里，把蓝曦臣拉入了自己的记忆中。聂怀桑看着蓝曦臣的模样，笑了，既然二哥已经开始知道真相了，我们就送三哥上路吧。金光瑶想到江婉银的模样，等等，你们不想知道秘密吗？我知道很多秘密，你们不用饶了我，直接杀了我，我便全告诉你们，你们会问灵的，我说的一定是真的。蓝丝追透过金光瑶，像是看到了别的什么一般，为什么总做无谓的挣扎呢？金光瑶看着聂怀桑，你父亲的死，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聂怀桑一愣，不过突然反应了过来，你这么说，也就是说真凶不是温若寒，真相其实无所谓，上一辈的人几乎死绝，能对我父亲下手的人也死绝了，真相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就想看着你一点一点的毫无希望的活着。金光瑶绝望了，眼神中透露出很绝，既然再无声的希望，那就了断了自己，他不想像江婉银那样活着。从腰间抽出恨声，刚想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被蓝丝追定了一张符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眼中都是你杀了我，可惜金光瑶等待的死亡遥遥无期。变成废物的莲花坞大门口多了一个翁，不过这翁里露出的头有点不同，眉心有一点鲜艳的红，